伟专，你干什么？痛吧，岁岁被你打得更痛。此刻我们眼前展开的是一场发生在现代商业都市深处的风暴故事的核心是贺氏集团一个科技帝国的突然震荡开场，即是最高警报、紧急封锁服务公司最核心的机密资料被窃取，空气中弥漫着怀疑与紧张，一场内部清查迫在眉睫，而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了一个令人心寒的名字——贺总世家族内部的权力倾轧，还是外界势力的蓄意破坏，一场关乎企业存亡的商战谍影就此拉开序幕。然而在这冰冷的商业阴谋之下，流淌着一条更为动人的暖流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是一个名叫岁岁的小女孩，她带着孩童特有的纯真，闯入了父亲那位身处风暴中心的贺总焦头烂额的世界里。爸爸现在没有功夫和你玩，这句无奈的拒绝道出了成年世界的沉重与无奈，但岁岁的世界简单而直接。他甚至向办公室里的发财树婶婶祈求，希望能帮爸爸快点抓出坏蛋。这份稚嫩的守护与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冰冷的剧情注入了一抹温暖的亮色。更令人称奇的是，岁岁似乎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他能与非人类的生命交流。从被开水烫伤的发财树婶婶那里，他获得了关键线索：是谁偷偷进贺总办公室？这条由孩童天真视角串联起的线索，竟成了破解僵局的关键，使得剧情在紧张的商战之外，平添了几分童话般的奇幻色彩。而像喝你个嘚儿这类充满生活气息的插科打诨，则生动刻画了公司里其他员工的鲜活形象，让故事更加接地气，丰满了故事的背景板。矛盾很快升级并浮出水面，背叛者竟然是贺总曾经视若兄弟的管经理。一场面对面的对峙撕开了温情的伪装，管经理的控诉充满了不甘与嫉妒。大家只会看到你而不会看到我，他选择了竞争对手盛豪集团，用出卖换取所谓的合伙人身份，兄弟反目，利益与旧情猛烈碰撞。贺总的愤怒与失望，管经理的决绝与野心，将人性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岁岁一句充满童真的小叔会生气的贺家没钱了，则天真的映射出这场背叛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牵动着整个家族的命运。故事的深层情感内核在岁岁与病弱小叔的互动中缓缓揭开。母亲早逝的岁岁对死亡有着超乎年龄的敏感和恐惧，他抱着母亲的骨灰盒问出那句我和妈妈必须分开嘛，令人心碎。而父亲贺总用你要是一直抱着妈妈呢，他就走不动了，这样充满诗意的比喻引导孩子学会告别生命的无常。与此同时，岁岁对生命垂危的小叔的依恋与祈求，小叔求求你不要死，以及那句笨拙却真挚的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的承诺，成为了支撑小叔求生意志的最强力量。这份跨越了成人世界算计的最纯粹的亲情，是照亮整个故事黑暗角落的永恒之光。剧情的最高潮发生在一场公开的新品发布会，盛豪集团凭借窃取的技术风光展示其产品华佗1号，而贺总携女儿岁岁意外现身，以一款寓意岁岁年年的年年手表强势反击，最终通过年年手表精准诊断出对手高管身患重疾，而对方产品却未能检出，给予了盛豪集团技术上和信誉上的双重打击。岁岁那句带着稚气口音的大坏蛋等着做残子产吧，成了对背叛者最有力的宣判。拿什么偿还？今天算你运气好，有孩子在。去看看你的合伙人好不好做，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你等着，我一定会比你更成功。爸爸，岁岁，只要有你小叔在，咱们就等着坏人作茧自缚。对，爸爸呀是好人。加班费。你真能剥削人呐！岁岁，爸爸干嘛？我正要和哥哥出去挣钱呢。手怎么了？爸爸，我以后会小心的。去吧。你要的程序太简单了，比被管一鸣卖掉的好不了多少，加上远程手术功能吧，这样患者就不会来回跑了。行，明天给我。什么？写完了，有员工福利。不公平！凭什么让大人守门？哈哈哈！我小叔只剩一口气了，你们踢死了就等着坐牢吧。员工福利，踢就罢。岁岁，带着小叔去小区遛弯。上午出门？境内游不满意？好的，爸爸，我是导游。小叔，你没事吧？我们守住球了，赢啦赢啦！小叔真厉害。最厉害。你怎么还不睡觉？兰花姐姐说你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我抱着妈妈过来陪你。小叔，你不会死吧？死了就像跟妈妈一样躺在冷冰冰的小盒子里，我再也看不到你，再也不能和你踢球了。大家不是巴不得我死吗？只是出于血缘和责任罢了。
我跟你个小孩子说这些，我都能听得懂啊！500岁的大树爷爷说话我都能听得懂。爸爸、大伯、奶奶、哥哥都想让你好好的，背地里哭的时候都被兰花姐姐看到了。小树，求求你不要死！哎，放手放手！你再不放手，我就被你掐死了。小树，那你真的不死了吗？不死了。那我们拉勾勾，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你闺女的妈该下葬了。别以为是小孩子就能糊弄人，人都是要长大的，总是要接受现实，知道吗？爸爸，嗨，穗穗，过来。穗穗，这上面有你喜欢的地方吗？妈妈最喜欢白玫瑰。那让妈妈住在这里好不好？我和妈妈必须分开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妈妈要去她该去的地方。你要是一直抱着妈妈呢，她就走不动了。她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想离开我，别人都说我是拖油瓶，要不是我，妈妈会过得很好很好。穗穗才不是拖油瓶呢，妈妈也不想跟你分开。不过，人总有分别的时候。爸爸也会离开我吗？只要爸爸活着，就永远不会跟穗穗分开。要是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还有小叔、哥哥，整个贺家人都是你的靠山。妈妈，这段时间我是不是把你鼓痛了呀？你去住新房子吧，那里很大很美，你一定会喜欢的。穗穗，爸爸接个电话。穗穗，哎，傅玲，又去哪儿捡垃圾啊？这次没有人保护你了吧？别帮我妈妈！又是你，干什么打我女儿？穗穗，穗穗，你没事吧？不愿意欺负我爸爸！你别打我爸爸！你别打我爸爸！畜生，连自己的……不可能，他命那么大。穗穗，抱着妈妈走，爸爸带着你，给妈妈找新家。我刚刚是不是下手太重了？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不该去打那个电话的。妈妈别走，都是穗穗放，穗穗没用。穗穗，爸爸在，穗穗，穗穗，爸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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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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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怎么样啊？医生，我家怪宝怎么样？病人心脏受到重击，毛细血管破裂，加上情绪起伏太大，所以才会吐血。都怪我，都怪我没照顾好穗穗。你是怎么当爸爸的？这傅一晨和我们家有什么仇什么怨，能对一个小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傅一晨是不是也投资了盛浩的医疗黑暗项目？哼！幸好病人没什么大碍，你们要控制好情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动手，否则我会报警。谢谢大夫。喂，给我查清楚，傅一晨现在在哪儿？
怀川，你干什么？痛吧，岁岁被你打得更痛。那个女人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走。又是你，干什么打我女儿？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爹，我是自己摔倒的。你干嘛维护那个孩子？别说了。怎么，你还真信他是罗素生的？就算他是罗素生的，那也是之前他跟叶场那些客人。别说了。岁岁是我闺女，你再敢动她，你死定了。妈妈，爸爸，你没事吧溪流爱程序地师办好了，答应我让盛豪死。感谢大家参加盛豪科技的新品发布会。这款手环是我们新研发的华佗1号，它内置了 AI 模块，它可以快速的对用户进行基因检测，分析遗传疾病风险。这款产品太厉害了，还有提醒吃药和报警功能啊，老年人的福音啊！听说负责人以前是贺氏集团的人，但是没有得到贺总的重用。还是盛豪集团有眼光。贺总，谢谢你的栽培，我才有了今日的成功啊！爸爸，今天请客的人是坏蛋叔叔吗？还有他的合作伙伴罗元洲，不过傅一晨也出了钱。爸爸，那我们使劲吃，吃垮他们，看他们还欺负人。活阎王居然露出那种表情，哼，贺总真卷，不谈恋爱不结婚，直接就生孩子了，而且孩子还6岁。听说贺总最近也在研发类似的产品，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呀？听说贺总最近也在研发类似的产品，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呀？既然管总这么关心，那我就借贵宝地展示一下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年年手表。爸爸，是年年岁岁的年年吗？这款新产品取岁岁年年长长久久的寓意，不仅有最基础的诊断功能，还能外接手术机器人进行远程操控，可谓是集诊断治疗康复于一体。不过目前手术机器人正在内测阶段，所以我只能先展示诊断功能。贺总不是在耍人吧？贺氏集团怎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研发出顶尖的 AI 医疗产品？这该不会是普通的智能手表吧？没见识的东西，耍你也配？大坏蛋，等着自残自残吧！是作茧自缚。开启全身扫描，小叔用的是我的声音。越看越像的。扫描结束，用户确诊为脑癌。这不可能，我刚用盛豪的手环检查过，没事啊。贺总，你的年年该不会是收集了庸医的数据吧？盛豪集团用3年做出来的华佗1号，贺总用半个月做出来的东西，能比吗？对啊，常总不是活蹦乱跳的吗？怎么可能得脑癌啊？我看什么岁岁就是为了赚钱，专挑大病说，吓唬人的吧？贺总，虽然你是首富，但也别做不擅长的事，自取其辱。带着你的小孩和产品走吧。